美国的中产都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这个房子是1972年造的，你们敢信他已经50多岁了吗？他们的业余时间都在过着怎样的生活？我靠，直接买了2张大披萨，现在上火炉烤。我现在在亚利桑那的坦佩订了个 Airbnb， 准备安顿下来休息一下。来看看我后面的湖景。我的住家是一对退休老夫妻，这爷爷以前在西雅图做海军的，奶奶以前是微软的。他们俩退休之后，已经从西雅图搬到这边15年了。坦佩呢，属于凤凰城都会区的一部分，城市规模不大，住在这儿的华人也不多。我住的这个社区基本上都是白人，而且据我观察，一半都是退休老人。那么，这样的一个普通老式中产社区，他们的生活环境是怎么样的？我准备在这个社区体验一天典型的美式生活，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度过这一天吧。Let's go！ 正式的入户门，这边是我们自己的房间。那正门可以从这边进来，直接进房间，不用经过大门。进门左手边这边都是我的洗手间、浴缸，准备了用来卸妆的小毛巾。里面是我们的房间，1.5米的大床，还帮我们准备了2件浴袍，电视，有个小桌子。床尾的这一块空间放2个大的行李箱完全没问题，还有一个柜子给我们用来放东西。它这里还准备了很多当地的地图啊，一些游览指南，这个非常贴心。好，现在挨个带你们逛一下房间。右手边是一个开放式厨房，房东非常热情，他说厨房里面的东西我们都可以用，他特意把这边下面一层腾出来给我们放东西。这个台面一看就是比较有年代感的那种，但是他们整个装饰非常的温馨。我这里就是一个简单的就餐区，左边是一个比较小的中庭，这儿应该还是一个房间，但是可能因为他们只有2个人住，这儿全部用来储物了。这边就是客厅，很简单。他们俩平时会坐在这里看电视，怕吵到大家，他们都是戴耳机看的，超级礼貌。那从客厅这边出去，这就是后院啦。哎呦，他喝2口还要停出来想一想，耶，这是喝好了吗？我之前选这个房子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后院，在这儿办公真的超级舒服。每一户都有一个小油田，有一个 barbecue 的火炉。我准备明天在这儿煎牛排。大家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我这间是$100出头一晚上，相比住酒店，其实在 Airbnb 上找这种美国人家里的一个房间也是不错的。我自己也会筛选这类评分高的，带独立卫生间，可以使用厨房和洗烘机的房间，然后最好是这种退休的没有养宠物的老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在美国住过很多 Airbnb， 但这种退休的高知老夫妻家里会更干净一点，而且他们的精神世界非常丰富。像我住家这2位，他俩就喜欢到处旅游。好啦，看完房间，我们现在来小区里面转一转。我昨天已经住了1晚上了，这边真的非常安静。我的住家跟我说，住在这边晚上基本上都不用锁门，因为不会有那种奇奇怪怪的人来。但我住在加州的话，社区晚上也还是会有来砸车窗的人。你就连尔湾这几年也变得不那么安全了。这个小区明显靠湖的房间是最好的。哇，这个是大户人家，这个是真豪宅。不过多数房子就是这种普普通通的1层平房，这种叫 townhouse，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联排。我 Zillow 上查了一下价格啊，这边的联排普遍在40到70万美元。你们觉得这个价格贵吗？你看他们这个外墙，就是美国特有的建筑材料，硅藻泥的防潮和防火效果比较好。我现在溜达到了小区的健身会所，整个社区最大的亮点就在这儿了。现在带你们去看看里面都有啥。左手边是健身房，看这里这么大一片活动区哦，这边还可以备餐哎！哇，有氧区，
里面就是一些固定器械，能看得出比较老了，但是五脏俱全。这边就是女更，很干净。这边是洗澡的，这儿有一个桑拿室，出去就是户外球场。一个标准的沙滩排球球场，篮球场，那边就是2个网球场。晚上不管有没有人打，都是全场开满灯光的，真的奢侈。泡池大概1米深，你可以自己设置按摩模式。泡池的上边也是一个大的活动区域，开 party 的地方。泳池。不过感觉它池里的沙子比较多。泳池旁边有一个很大的 barbecue 区域，有2个烤炉。OK， 我现在准备去一下 Costco 买一点回国要带的礼物。其实啊，你衡量一个美国社区它的生活是否方便，就是看它周围，开车5分钟能不能直接上高速，那开车15分钟能不能去到 Costco、沃尔玛还有 Trader Joe's 这样的大型超市。像我房东大爷他说他每个星期能去逛3次 Costco。在美国 Costco 比山姆要风靡的多。肚子饿了，先来买点吃的吧。现在也就 Costco 能看见1块多的披萨和1块多的热狗了，还有3块钱的奶昔。我每次来 Costco 必点3件套，这个香蕉草莓奶昔，还有 pepperoni 的披萨，还有 chicken bake。因为那个热狗我在国内买过，跟美国的味道差不多，但是披萨和鸡肉卷还是美国的最地道。今天这一片不油哎。美国人真的很喜欢逛这种大型的仓储超市，一次买够1个星期甚至2周的东西。这家真的买了巨多，1个车都装不下了。当当，欢迎来到全美最佳手信区，多种维生素，1瓶能吃1年。鱼油，这个是我觉得最适合送老人的礼物。国内虽然也有，但是它并不是原装的，而且价格也没有这么划算，所以每次我都要带10瓶回去。再拿2个。我妈最爱吃的，每次都要给她带1瓶，我常年出国用来倒时差用。好，400多美元，把我给家人带的保养品都买齐了。我们现在去对面的沃尔玛买一下今天下午要做的牛排。美国不同的超市它都有它自己的功能。一般买菜的话，我就去沃尔玛，又便宜，种类又多，质量也还不错。Costco 的量太大了，9.05。这个是2磅多的，这个是1.6磅，1磅是20块钱。你们觉得现在美国牛排价格怎么样？2 hours later， 我们有树莓、草莓、石榴，还有这个是小叶菠菜，这个就直接加在面包里面吃，生吃就可以。然后2块非常好的牛排，这是他们家打的冰块，还有我自己买的 Mountain Dew 无糖的。OK， 现在我们开始烤肉。And here's the temperature. So It goes high? yeah, So it we goes can high. heat Guess once it gets to where you want it, you can adjust it a little bit. OK， Keep an eye on it. 腌肉这边有个技巧，要腌这样大块的牛排的话，用这种粗颗粒的盐比较好，因为你是为了锁住它表面的水分。如果是用那种我们炒菜的细盐的话，它肉中间最里面的水分会吸出来，会影响口感。我不用刷油吗？哇，这块比较薄，所以早早的就好了。然后这一块检查一下状态。我已经把火全部关掉了，现在我把那个面包用余温烘一下，把牛排拿出来。牛油香味的面包。我把这边弄一会儿。OK。怎么样？哇，不错哎。
煎牛排它其实就是一个感觉，真的。哇，都不错哎。它表面稍微有点焦，把那个挑掉的。我们真的就只是放了盐巴和黑胡椒。我切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它非常非常的嫩。我有点馋，我想先尝一下。哇，我第一次在自己家后院，看着后面的湖景，自己煎牛排。现在我要做一个牛排三明治，我喜欢这片煎的比较焦一点的。在外面买西餐厅一个这样的牛排三明治就得30多，而且绝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肉，最后一口也不浪费，超级满足。晚饭和女主人聊了3个小时，退休后在网上教人园艺，顺便做民宿，这就是他们大部分收入来源了。现在还在还着房贷，其实生活也不能算特别轻松。好在美国人都比较想得通，他们还是会每年去全世界旅游。我也告诉了他我们的旅游计划，他订阅了我的油管频道，开心。其实这就是我美国旅游的日常，我每年都会至少来一次美国，待上1个月，主要就是想在各个城市找个安静地方住，开车，自己烤肉，吃汉堡，打个网球，过这种作息健康的生活。其实如果你以打卡的心态来旅游，美国确实是比较无聊的，整个国家基本都是这种大农村。但如果你想换一种生活方式，来这里租个车自驾，认识不同的美国人，你会发现美国还是很有意思的。好啦，感谢大家看到这里，接下来我的美国旅游视频会陆续出炉，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咱们下期见啦！